你信吗？凤梨酥在台湾特产里只排第6，第1名的百年大佬正用一杯你想不到的东西征服全球。这份榜单藏的是台湾400年移民血泪、殖民算计，还有底层人从土里抠出的生存智慧。每样特产背后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今天不聊吃的，聊台湾如何用味道记住自己是谁。第6名，凤梨酥。你没看错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台湾伴手礼只能垫底，不是它不好，是前5个太强。凤梨酥的故事从婚嫁文化说起，闽南话里凤梨叫旺来，象征好运旺旺来。早年台湾嫁女儿喜饼必须有凤梨馅儿，代表新人日子兴旺，多子多孙。这个习俗能追溯到清朝，至少150年以上。但早期的凤梨酥不太好吃，台湾土凤梨纤维粗，酸度高，口感不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师傅偷偷在馅里掺大量冬瓜，用冬瓜的甜润中和凤梨的酸涩。你吃了几十年的凤梨酥，里面可能70%都是冬瓜。这个秘密直到2005年左右才被打破。那年台北一家糕饼店老板决定做100%纯凤梨馅的凤梨酥，所有人都说他傻，纯凤梨太酸太粗，没人会买。他花了2年研发，找到特定品种的土凤梨，调整糖酸比例，改良烘焙温度，最终做出纤维清晰、酸甜交织、带微微焦香的土凤梨酥一炮而红，掀起了整个台湾糕饼界的土凤梨革命。从那以后，凤梨酥疯狂进化，有人加蔓越莓，有人加荔枝，有人做成流心，有人做成法式千层。国际市场上，凤梨酥横扫各大美食展，成为外国观光客来台必买的头号伴手礼。光是2019年，台湾凤梨酥年产值就突破数百亿新台币，养活了无数农民和糕饼师傅。可即便如此，凤梨酥在文化深度和历史厚度上还是差了一点。它的黄金年代不过20年，而第5名可是有着上百年江湖地位的狠角色。第5名，太阳饼。如果说凤梨酥是台湾的国际名片，那太阳饼就是台湾的乡愁结晶。每个离开台中的人，行李箱里要是没塞几盒太阳饼，就等于没回过家。太阳饼的起源众说纷纭，最被接受的版本是这样：日治时期，台中有种叫麦芽饼的小点心，圆圆扁扁，外皮酥脆，内馅是麦芽糖，甜而不腻。当时没有固定名字，各家糕饼铺都有自己的做法。到了1950年代，一位叫魏清海的糕饼师傅在台中自由路开了店。他改良了传统麦芽饼的配方，让外皮层次更分明，内馅更柔软细致。因为饼的形状圆圆的像太阳，于是正式命名为太阳饼。这个命名简直是神来之笔。台湾人叫它太阳饼，不只是因为形状，更因为台中盆地阳光充沛，这座城市本身就像一颗太阳。从此太阳饼与台中深深绑定，成为这座城市最闪亮的美食符号。但太阳饼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味道，而在于吃法。你以为太阳饼就是拿起来直接啃，太天真了。老台中人会告诉你，太阳饼的最高境界是泡在热豆浆里吃。把酥脆的太阳饼丢进一碗滚烫的咸豆浆里，让饼皮吸饱汤汁，外层化开变成糊状，内馅的麦芽糖慢慢溶解，和豆浆混在一起，一口下去，那是你在任何米其林餐厅都吃不到的，属于台湾底层庶民的极致享受。太阳饼的江湖地位稳固了70多年，至今台中自由路一带仍是太阳饼的1级战区，几十家店铺比邻而立，每家都号称自己是正宗。这场没有硝烟的太阳饼大战打了大半个世纪，至今胜负未分。正是这种良性竞争，让太阳饼的品质不断精进，始终保持在极高水准。不过太阳饼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它太娇贵了，酥皮一碰就碎，长途运输极易压坏，保存期限也不长，这让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远不如凤梨酥那样能轻松飞越太平洋。也正因如此，它只能屈居第5、第4名牛轧糖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牛轧糖不是法国的吗？怎么跑到台湾特产榜单里来了？没错，牛轧糖的原型确实来自欧洲，法文叫 nougat， 源自拉丁文的坚果糕。但台湾人对牛轧糖做了一件事，一件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事，他们把牛轧糖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故事要从1960年代说起。当时台湾的眷村里住着大量从大陆各省来的军眷，他们带来了五花八门的家乡口味。有一位据说是从上海来的糕点师傅，他尝试用台湾本地的奶粉和花生，
结合西式牛轧糖的做法，创造出一种口感介于软糖和硬糖之间，奶香浓郁、花生颗粒饱满的新式牛轧糖。这种台式牛轧糖和欧洲原版最大的差别在于奶味儿。欧洲牛轧糖偏硬偏甜，强调的是蜂蜜和坚果的味道。台式牛轧糖用了大量奶粉甚至鲜奶油，口感偏软偏尖，咬下去先是奶香扑鼻，然后花生的油脂在齿间迸裂，最后是恰到好处的甜度收尾。这种层次感是欧洲牛轧糖完全没有的。到了2000年代，台式牛轧糖开始花式进化，有人加蔓越莓干，有人加抹茶粉，有人用夏威夷豆取代花生，甚至有人做出了咸蛋黄口味。但最疯狂的创新是把牛轧糖和苏打饼干结合在一起，做成牛轧糖夹心饼。这个发明堪称台湾零食界的核弹级武器，一推出就横扫整个东亚市场。从日本到韩国到东南亚，几乎每个去过台湾的观光客都会扛几大袋回去。牛轧糖之所以能排到第4，是因为它代表了台湾文化中一种非常核心的特质——混搭。台湾人天生就擅长把不同文化的元素拿来重新组合，创造出全新的东西。从欧洲的 Nougat 到台湾的牛轧糖，这中间跨越了半个地球和整整1个世纪，但台湾人硬是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招牌。这种文化自信比糖本身更甜。第3名，卤味儿等等。卤味儿也算特产，它不是路边摊的东西吗？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台湾卤味的地位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儿，卤味这个概念在大陆和台湾是完全不同的。大陆的卤味通常指潮州卤水、四川卤菜那一类，风味偏重，调料繁复。而台湾的卤味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，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台湾卤味的核心不在于某一种特定的卤制配方，而在于万物皆可卤的哲学精神。豆干可以卤，海带可以卤，鸡翅可以卤，鸭舌可以卤，甚至连米血糕和百叶豆腐都可以卤。你走进任何一家台湾的卤味摊，面前摆着几十种食材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。老板丢进那锅滚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卤汁里，一煮捞起来，撒上葱花、蒜末、辣椒，淋一勺独门酱汁，完事儿。这种自助式的吃法本身就充满了台湾精神，没有阶级，没有规矩。你是总统还是学生？到了卤味摊前一律平等，大家排队夹菜，没有人比谁高贵。但台湾卤味真正封神的原因是它背后那锅老卤。在台湾真正的卤味名店，那锅卤汁都是传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，每天加入新的食材，每天补充新的香料，但底汤永远不换。这锅汤里融合了数十万次食材的精华，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。有些老店的卤汁据说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，算起来也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。而近年来，台湾卤味开始以真空包装的形式走向国际。你在东京的台湾物产展上可以买到，在纽约的华人超市里也能找到。那些被真空封装的豆干和鸡爪漂洋过海，带着台湾夜市的烟火气，落在异乡人的餐桌上，每一口都是乡愁。卤味排第3，不仅因为它好吃，更因为它是台湾庶民文化的活化石。它记录了这座岛屿上每一代人的口味变迁，承载了无数夜市摊贩的人生故事。那些凌晨3点还在翻搅卤锅的双手，才是台湾真正的宝藏。第2名，肉松与肉干。你可能觉得肉松和肉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超市货架上随便都能买到。但台湾的肉松和肉干和你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。台湾肉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，当时福建移民带着肉松的制作技艺来到台湾，但台湾的气候和食材跟福建不同，师傅们不得不因地制宜，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台式风味。到了日治时期，台湾的肉松制造业已经相当成熟，一些至今仍在营业的老字号就是在那个年代创立的，算起来也有超过100年历史。台式肉松和其他地方肉松最大的区别在于炒工。制作台式肉松，首先要把猪后腿肉煮烂，拆丝，然后放进大锅里，加入酱油、糖、五香粉，慢慢翻炒。这个翻炒的过程短则4-5个小时，长则7-8个小时，完全靠师傅的经验和手感。火候大了会焦，火候小了会湿。翻炒的频率、力度、角度，每个细节都影响最终的口感。
顶级的台式肉松，拿起一撮放在掌心，轻轻一吹就能飞起来。入口即化，不需要咀嚼，肉的鲜香和酱油的醇厚直接在舌尖上爆开。这种轻盈到近乎虚无的口感，是机器生产线永远无法复制的。而台湾肉干的故事同样精彩。台湾肉干走的是厚切路线，和东南亚薄如纸片的肉干完全不同。台式肉干通常有半公分到1公分厚，外层微焦，带着炭烤的烟熏香气，内里仍保留肉的汁液和弹性。一口咬下去，先是焦香，然后是甜咸交融的酱汁味，最后是扎扎实实的肉感。台湾有几家传承3代以上的肉干老铺，每到过年前夕，门口排队的人龙可以绕好几个街区。这些店家每天限量制作，卖完就收摊，绝不为了赶产量而牺牲品质。有些老师傅甚至坚持只用当天现宰的温体猪肉，因为冷冻肉做出来的肉干口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肉松配白粥，肉干配啤酒，这2样东西陪伴了台湾人从早餐到宵夜。在海外台湾人的行李箱里，肉松和肉干的出现频率绝对不输凤梨酥。它们是台湾人的香味密码，只要闻到那股特有的炒肉香气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会瞬间被拉回岛屿的记忆里。肉松与肉干排第2，因为它们的历史够深，记忆够精，而且几乎渗透了台湾人生活的每个角落。但它们终究只是配角，是粥的配角，是饭的配角，是面包的配角。而接下来第1名，它不是任何东西的配角，它本身就是主角，而且是一个正在征服全世界的主角。第1名，茶。没错，台湾的第1特产是茶。你可能会说，茶不是中国的吗？日本也有茶，印度也有茶，英国人更是一天到晚喝茶。台湾的茶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让我慢慢跟你说。台湾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，当时台湾山区已有野生茶树，但真正有规模的茶叶种植是在清朝嘉庆年间，也就是大约1810年前后，福建移民将武夷山的茶苗带到台湾北部山区开始的。算起来，台湾的制茶史已经超过200年，但台湾茶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中后期。1860年代，台湾开港通商，一位英国商人叫约翰·陶德，他在台北大道峪设立了茶叶精制厂，将台湾乌龙茶以福尔摩沙乌龙的品牌直销纽约，结果一炮而红。美国人对这种来自东方神秘岛屿的茶叶疯了一样抢购。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，茶叶占台湾出口总值的60%以上，是当时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命脉。大道菊茶商一夜暴富，盖起了华丽的巴洛克式洋楼。那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台北迪化街上，无声地诉说着台湾茶叶的黄金岁月。这段历史意味着，早在150多年前，台湾茶就已经是国际市场上的明星商品了。当凤梨酥还只是婚礼上的小糕点，当太阳饼还没有被命名，当牛轧糖的发明者甚至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台湾茶已经漂洋过海，征服了大洋彼岸的味蕾。而台湾茶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多样性。你知道吗？台湾这座面积只有 3.6 万平方公里的小岛，竟然能生产出风味跨度极大的多种茶类。从不发酵的绿茶，到轻发酵的文山包种茶，到中发酵的洞顶乌龙和高山茶，到重发酵的东方美人茶，再到全发酵的日月潭红茶，几乎涵盖了茶叶发酵光谱的每一个刻度。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产茶国都是极为罕见的。为什么台湾能做到这一点？答案藏在地理之中。台湾的中央山脉海拔最高将近4000公尺，从平地到高山，气温、湿度、日照、土壤每上升100公尺都在变化。不同海拔种出的茶叶风味截然不同，低海拔的茶浓郁厚重，中海拔的茶香气饱满，高海拔的茶清幽冷冽。再加上台湾四面环海，季风带来充沛水汽，云雾缭绕的山区为茶树提供了天然的遮阴环境，让茶叶中的氨基酸含量特别高，喝起来格外鲜甜甘醇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高山乌龙茶。所谓高山茶，一般指种植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茶园所产的茶叶。台湾最知名的高山茶产区包括阿里山、梨山、杉林溪、大屿岭等。这些地方终年云雾缭绕，日夜温差大，茶树生长缓慢，叶片中的芳香物质因此特别丰富。泡一杯顶级的大屿岭高山乌龙，
你会闻到一种非常奇特的香气，介于兰花和奶油之间，带着一丝冷冽的高山气息。入口之后，茶汤滑如凝脂，甘甜从舌根慢慢浮起，喉韵深沉悠长。一杯下去，整个人像是被带到了海拔2500公尺的云端茶园里。而另一种让全世界都为之倾倒的台湾茶是东方美人茶，这种茶的故事简直像小说一样戏剧化。东方美人茶产于台湾北部的新竹和苗栗山区，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殊条件，茶树必须被一种叫做小绿叶蝉的昆虫叮咬过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这种茶的风味精髓竟然来自虫害。原理是这样的，当小绿叶蝉叮咬茶叶的嫩芽时，茶树会启动自我防御机制，分泌出一种特殊的芳香物质。这种物质经过后续的重发酵和焙火工序，会转化成一种极为独特的蜂蜜香和蔬果香。泡出来的茶汤呈琥珀色，喝起来像是液态的，蜂蜜混合了成熟水蜜桃的甜美，完全不需要加糖就已经甘甜无比。传说在日治时期，有一位台湾茶农把这种被虫咬过的劣质茶送去参加展览，结果意外获得好评。后来这种茶被进贡给英国女王，女王品尝后惊为天人，赞叹道：“这简直是来自东方的美人。”于是东方美人茶这个名字就此诞生。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经难以考证，但它完美地诠释了台湾茶的一个核心精神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在逆境中创造出最极致的美味。说到台湾茶征服世界，就不能不提一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角色——珍珠奶茶。是的，珍珠奶茶就是台湾茶文化的终极进化形态。它诞生于1980年代的台中，关于谁是发明者，至今仍有争议。但无论是哪一家，珍珠奶茶的横空出世都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喝茶的方式。你想想看，在珍珠奶茶出现之前，全世界对茶的认知是什么？是英国下午茶的精致瓷杯，是日本茶道的严肃仪式，是中国功夫茶的繁琐步骤。茶在所有文化里都是一种慢的饮品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器具，需要心境。然后台湾人来了，他们把茶和牛奶摇在一起，丢进一堆用木薯粉做的黑色圆球，插上一根粗吸管，装进塑料杯里，拿着就走。这简直是对全世界茶文化的一次朋克式颠覆，但结果呢，全世界都疯了。从东京到纽约，从伦敦到悉尼，从曼谷到迪拜，珍珠奶茶在过去30年里以一种不可阻挡的速度席卷全球。截至目前，全球珍珠奶茶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数百亿美元，而且还在以每年2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。在某些欧美城市，珍珠奶茶店的密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咖啡馆。更厉害的是，珍珠奶茶带动了整个台湾茶产业的国际化。以前外国人可能知道中国龙井、日本抹茶，但不知道台湾乌龙。现在因为喝了珍珠奶茶，他们开始好奇这个茶到底是什么味道。于是他们开始回头去找台湾的原叶茶，开始了解什么是高山乌龙，什么是东方美人，什么是洞顶铁观音。珍珠奶茶就像一个超级业务员，用最亲民的方式把台湾茶文化推销给了全世界。而在台湾岛内，茶更是深入到了每个毛细血管，从阿里山上的观光茶园到台北街头的手摇饮料店，从老茶人的紫砂壶到年轻人手里的冷泡茶瓶，茶无所不在。台湾人一年喝掉的茶叶量人均排名全球前列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茶不只是一种饮料，它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待客之道，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。想想看，当年福建移民翻山越岭把茶苗带到台湾的时候，他们绝对想不到200多年后，这些茶树的后代会以珍珠奶茶的形态征服整个地球。这是何等的奇迹！一座小小的岛屿，用一片小小的茶叶撬动了全世界的味蕾。好了，让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份榜单完整看一遍。第6名，凤梨酥，国际知名度最高，但真正爆发不过20年，历史底蕴稍浅。第5名，太阳饼，台中之光，酥脆美味的巅峰之作，可惜娇贵易碎，难以远行。第4名，牛轧糖，文化混搭的结晶，东西方碰撞出的甜蜜奇迹，代表了台湾的融合精神。第3名，卤味，庶民文化的活化石，夜市精神的终极体现，一锅老卤煮出100年人情。第2名，肉松与肉干，100年老字号的匠心传承，渗透台湾人生活每个角落的香味密码。第1名茶，
200年历史，跨越发酵光谱的惊人多样性，从福尔摩沙乌龙到珍珠奶茶，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征服全世界。你可能会说这个排名有争议啊，卤味怎么能算特产？肉松不是福建也有吗？太阳饼不就是个饼吗？没错，每一样都有争议，每一样都可以炒上3天3夜。但这不正是台湾的魅力所在吗？这座岛屿上的一切都是混合的、融合的、碰撞的、争议的。它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，它是闽南的、客家的、原住民的、日本的、大陆各省的，甚至是欧洲的、美国的、东南亚的。所有这些元素在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激烈碰撞了400年，最终碰撞出了这些独一无二的味道。而这些味道的背后，是无数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。是那个坚持用纯凤梨馅做凤梨酥的固执老板，是那个在台中自由路上炒了一辈子麦芽糖的太阳饼师傅，是那个凌晨3点还在翻搅卤锅的夜市阿姨，是那个在海拔2500公尺的茶园里顶着烈日采茶的老农民。他们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光。他们用双手创造了这些味道，用一生守护了这些传统，然后把它们装进礼盒里，塞进行李箱里，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每当有人在东京的便利店里拆开一块凤梨酥，在纽约的唐人街买一包肉松，在伦敦的茶馆里点一杯珍珠奶茶，台湾的故事就被多讲述了一遍。所以下次当你准备出国，在机场的伴手礼店前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记住你手里拿着的不只是一盒食物，那是台湾200年的历史，是无数匠人的心血，是这座岛屿对世界说的一句话：嘿，你好，这是台湾的味道，请你尝尝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，记得订阅点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